美股现在还可以追吗？最近美国的3大指数都涨到了接近新高的点，很多朋友呢又来问我，现在美股还能追吗？如果买又有没有机会很快到顶，然后就暴跌呢？其实这是典型的又不想错过机会，但是买了又怕亏钱的心理。如果你也有类似的心理的话，记得把今天的视频看完。大家好，我是七爸爸张志云。在今天这个视频内，我会分享3个准则来分析和判断现在美股还能入场追吗？顺带一提，在这个频道我会分享我认为最简单有效，让我在过去18年投资回报跑赢股神的方法。如果你也想提升你的投资回报，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那就不会错过任何相关资讯了。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买个别的股票还是买指数基金 ETF？ 我个人是不喜欢买指数基金 ETF 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我的投资回报是最好的。当我买整个指数的时候，我买了很多我不认可的，不是最好的股票。就像我去市场里面买水果，我当然要挑最新鲜最好的水果，而不是把一箩的水果都买回来。如果一箩都买回来的话，那肯定有广东人叫箩带肠，一些不好的水果混在里面。那如果我们买指数的话，指数里面有很多我认为是垃圾的股票，我也买了它们。所以要股票市场赚钱，挑选股票是一定要做的。我们要对自己的投资回报负起责任，所以要做点功课，我们不难会找到优质的跑赢股票市场的股票。那既然我不买指数基金，整个大势到哪里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参考。当然，如果美国股市有所调整，对我的投资也会影响，但是我的焦点是在寻找和买入一些高增长的优质的股票。我相信长期来说，我的投资回报还是会跑赢整体的股票市场回报的。第二，我想跟大家探讨反思一下，其实每一次买卖都是一场博弈，有人买就有人卖，有人赚多了就有人赚少了，甚至是亏钱。那好了，每一次博弈当中，我们有没有发挥我们独特的优势，还是对手的优势比我们更加强？那么如果你不是居住在美国的话，你买美股的优势又在哪里呢？我个人在美国曾经居住过10年以上，而且在美国的资讯顾问公司也工作过，对美股和美国的企业和经济应该说认识是相当的深的。我现在手头上也只有几个美国的股票，因为我要买的，第一要是非常好的高成长的优质的股票，第二还是要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买入。只有在其他的投资者都看漏或者看错的情况下，这种机会才会出现。那么问题就来了，在美国这个股票市场里面有这么多的投资者，每天都在寻找这些好的股票，而且每天都在盯盘交易买卖，为什么这些机会会出现，留待我们去把握呢？当然这种机会是有的，但事先我们要清晰我们独特的优势在哪里，还要多做功课，然后耐心的等待这些罕有的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才果断的去采取买卖的行动。给大家举个具体的例子，我在2020年初期的时候就留意到英伟达 NVIDIA 这只股票，当时我看着它的业绩很好，但是我一直不敢买，一直犹豫，因为它的股价其实已经涨了很多了。但是后来我发挥了我独特的优势，包括我以前念的是电气工程，也在美国做过几年的工程师的工作，我发现到英伟达它的科技是人家无法抄袭的，而且在未来无人驾驶啦、人工智能的这些应用都会大量的需要英伟达这些产品，所以我就在当时买入了英伟达这个股票，然后它的股票不断涨，因为我对它有所认识，所以就算涨了我还是持有，到现在已经给了我非常卓越的丰厚的回报了。你看到我是事先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而且是发挥了我多年累积下来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的知识，
才把握到这个机会。所以你想一想，你有什么独特的优势？是不是对某一个行业、某一个科技的应用、某一个市场特别的认识？在你的认知圈内去投资的话，那你的胜算也会提高。最后，你清晰你是投机还是投资吗？因为在股票市场里面，投机和投资操作的策略、心态都是不一样，用的工具也是不一样的啊。投机我们看的是未来这个股票涨的机会有多少。如果一个股票不断在涨，它累积了一些动能，这些动能可能会吸引更加多的资金去高追，使到这个股价在短期内继续会涨。在这个时候，如果投机者冲进去的话，可能就会 get a free ride， 搭一层车赚一点钱。但投资的话，其实是买一个公司做它的股东，希望是在它的价值打了一个折扣，有一个安全边际的时候，用一个合理的股价去买。所以在股票价格涨的时候，其实这个折扣可能少了，甚至是要给一个溢价才能买到它的这个股票。在这个时候，其实投资者会却步，等待便宜的时候才去买。所以你看到一个股票在涨的时候，它会吸引投机者，但是投资者却会却步。那回到了美国股票市场，现在已经涨了这么多的时候对于一个投资者来说，他就很难找到又好又便宜的公司。但对于一个投机者来说的话，短期内因为量化宽松产生了太多的资金，而股票又不断的在涨，它还会吸引更加多的资金炒作。所以投机者可能短线内是有机会的，但投资者还是要给点耐性，等待好的公司在好的价格出现的时候。好了，来总结一下今天给大家分享的3个准则。第一个，了解你是买个别的股票还是买整体的市场。如果是买个别的股票的话不要太关注这个股票市场到底是不是到顶了第二个，了解你自己的优势在哪里，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在你的认知圈内投资。第三个，了解你是投机还是投资。投机的话，看的是股票的 momentum， 投资的话，看的是股票的价值有没有打折扣。希望今天这个视频给你有所启发。如果你对这3个准则有清晰的答案的话，那你对今天这个课题美股还能投资吗？应该会有一个清晰的答案了。请留言告诉我你是哪一类的投资者，投机呢还是投资呢？你是长线的、中线的还是短线的呢？你看完今天这个视频，现在会不会进场去买美股？觉得今天这个视频实用的话，请立即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以及打开全部，点赞、留言、分享此视频。我们下条视频再见。